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也不黑，说几句大实话，全都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说实话，美国那边的街头啊，就是高楼大厦真的特别少。我现在呢是在武汉的街头，说实话，美国那边的街头的那个房子啊，根本可能就没有武汉这边的多。像那边美国那边呢，可能就是那种高楼大厦，就感觉像农村一样的。不知道你们在网上看到过美国农村的那种视频没有？反正就是那种房子啊，都已经破了、旧了，因为他们的城市建设比较早嘛。你看，不像武汉啊，甚至我们国内好多城市啊，二三四线城市都已经超越了美国纽约街头的那种房子。而且美国纽约为什么人人有车和大 house 呢？就主要还是因为啊，那边的交通不是很方便。美国那边的地铁修了很久了，现在呢年久失修啊，里面的车厢啊砰砰砰的很响，而且呢很有可能在里面呢就没有信号，然后手机无法与外面取得联系。在美国街头啊，我发现很多人呢就是不爱低头玩手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美国的那个网络覆盖率很低，美国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有那个4G 信号都没有，所以说更别说什么边走路边看视频啊，看什么东西了。然后在美国街头呢，像路边的像这种花坛啊这样子的花是吧？它那边都是个人的，农场主的，而且呢这个草地啊必须得给它修整齐。在美国那边是根本没有像这样的共享单车的，想都不用想了。这个草地啊，如果说因为自己住的房子里面呢，他们土地是他们的，房子是他们的，但是呢这个草地啊，如果经常不去把它修的话，不去把它弄平的话，很有可能会面临罚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邻居啊会来举报你，说你没有影响环境啊，就是说把环境呢没有搞好，这个草地啊一点都不平，一点都没有整理，到时候呢就要直接举报他。举报他的话，相关部门就会直接在他的那个储蓄卡里面直接给他划走300、500美刀，而且呢你都没办法去申诉，申诉的话很有可能一般都会败诉，而且别人也不用过来看到底有没有修剪。在美国那边很多那种高楼里面，大部分都是那个中央空调，一年四季啊都是那种空调很温的，加湿器啊什么之类的。而且美国那边空调没有像咱们国内啊这么设计，就是做了很多防护网，一个是为了防止年久之后怕掉下来砸到人，在美国那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设计。而且在美国那边电费很贵啊，说实话，美国人呢说实话出门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打雨伞的，因为他们感觉就是反正回去之后呢都要自己会干的。这就是美国人的一个思维和想法。在美国那边的街头呢，很少看到摆摊的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办法去那个占道经营。说什么叫美国那边有松弛感？欧美国家有松弛感，就所谓的自由吧和那个有发言权。但你去了之后，你才发现呢，在那边的很多地方呢，上厕所都是要收费的。所以在马路上经常看到什么动物的粪便、人类的粪便，基本上的厕所什么都没有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河里面啊什么之类的。各种的这种粪便杂交在一起，非常的恶心啊！就是在马路上会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。因为在国外呢，很多厕所它都是要收费的，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，像那种比如说救护车坐医院呢，进医院的话，一次的话至少都要1、2千美刀，折合人民币的话都要万把块钱的，一般人根本就叫不起救护车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敢叫救护车。不知道你们对于这种现象怎么看呢？而且在美国那边呢，很多那种高楼大厦里面，说实话，一般呢都是他们本地人了。就是说美国人呢，其实他本地人很少，都是外地人比较多，所以很多岗位啊，一般外地人都进去不了的，做不了工作的。在美国那边找工作有多么难呢？你的语言能力不行的话，很难去做什么餐馆的服务员都不行的。在美国那边的环境啊，说实话，说为了绿化，你看哪像我们国内那么多树啊，马路两边呢？而且在美国那边的道路其实有些地方很窄，明明是不是十字路口，它也要设红绿灯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真的房子太少了，就像一个落后的农村一样的。这就是我去美国的一个所见所闻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看武汉的房子是不是比美国高多了？